前妻并不像发哥想象的那么糟糕，前妻留了长发，用一种宁静而又舒缓的步调走向汽车。前妻的模样显然是精心打扮过的，黄昏时分的风和雪包裹了她，她的行走动态就越发楚楚动人了。2年半过去了，前妻又精神了，漂亮了。发哥隔着挡风玻璃深深吁了一口气。离婚期间，前妻的迟钝模样给发哥留下了致命的印象，那是前妻最昏暗的一段日子。发哥的混乱性史和暴力举动给了前妻一个措手不及，一个晴空霹雳。发哥在转眼之间一下子就陌生了，成了前妻面前的无底深渊。对前妻来说，离婚是一记闷棍，你听不见他喊疼。然而他身上的绝望气息足以抵得上遍体鳞伤与鲜血淋漓。离婚差不多去了前妻的半条命，他在离婚书上签字的时候，通身飘散的全是黑寡妇的丧气。发哥曾担心会有什么不测，但是好了，现在看来，所有的顾虑都是多余的，所有的不安都是自找的。前妻重又精神了，漂亮了，精神与漂亮足以说明女人的一切问题。发哥如释重负，轻松地打了一声喇叭。当然，前妻这样的精心打扮，发哥又产生了说不出来路的惶恐与不安。发哥欠过上身，为前妻推开车门，前妻却走到后排去了。前妻没有看发哥，一上车就对着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目不转睛。离过婚的女人就这样，目光多少都有些硬，那是他们过分地陷入自我所留下的后遗症。发哥的双手扶在方向盘上，对着反光镜打量他的前妻，失神了。直到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冲着他的小汽车不停地按喇叭，发哥才如梦方醒。发哥打开了汽车的发动机和雨刮器，掉过头说：“到金陵饭店的玄宫去吧，我在那儿订了座。”雪已经积得很深了，小汽车一开上大街，积雪就把节日的灯光与色彩反弹了回来。发哥说：“开心一点好不好？就当做个梦。”玄宫在金陵饭店的顶层，为了迎接新年，玄宫被装饰一新，既是餐厅，又像酒吧。地面、墙壁、餐具、器皿和桌椅在组合灯的照耀下干干净净的辉煌。玄宫里坐满了客人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新年来临的样子。发哥派头十足，一坐下来就开始花钱。这些年他习惯于在女人的面前一掷千金，不过当初他在妻子的面前倒没有这样过。妻子清贫惯了，到了花钱的地方反有点手足无措，这也是让发哥极不满意的地方。然而这个滴酒不沾的女人一反往日的隐忍常态，刚一落座就要了一杯 XO。 发哥笑起来，哪有饭前就喝这个的？发哥转过脸对服务生说：“那就来2杯。”发哥望着窗外，雪花一落在玻璃上就化了，成了水。脚下的万家灯火呈现出流动与闪烁的局面，抽象起来了，斑驳起来了。节日本来就是一个抽象的日子，一个斑驳的日子。发哥点上烟说：“这些年过得还好吧？”前妻没有接枪，却把杯子里的酒喝光了，侧过头对服务生说：“再来一杯。”发哥愣了一下，笑道：“怎么这么个喝法？这样容易醉的。”前妻也笑，笑得有些古怪，无声，一下子就笑到头，然后一点一点地往里收，把嘴唇抿在那儿，
像吮吸。前妻终于开口和发哥说话了。前妻说：“梦里头喝，怎么会醉？”